渐舰航母近期的照片显示，其装备了6连装324毫米轻型鱼雷发射管，告别了老式 FQF6000型300毫米深弹发射器。相信这是全球现役航母首次实装 ATT 反鱼雷鱼雷。据推测，其是直径324毫米、全电动力、具备极高智能化识别能力的轻型鱼雷，是福建舰整体水下防御网络的一个终端节点，可在距离航母5至8公里外实施拦截。其核心竞争力在于中国在高速算力芯片、先进水声探测和通信以及先进电动推进领域的深厚积累，标志着中国海军水下末端防御的领先。我们知道，鱼雷的名字源于一种能发电的电鳐，象征着在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英国工程师罗伯特·怀特黑德被誉为现代鱼雷之父，于1866年研发出了第一枚自航式鱼雷，使用压缩空气发动机，时速仅约6节，射程仅几百米。1890年代，奥地利人路德维希·奥布里将陀螺仪装入鱼雷，这让鱼雷拥有了方向感，即便受到海流冲击，也能自动修正航向跑直线。美国 E.W. 布利斯公司于1904年开发了热动力鱼雷，通过将燃料和压缩空气混合燃烧产生蒸汽，动力大幅提升，速度超过了30节，这才使得鱼雷真正具备作战价值。相比于炮弹在水面上方挠痒痒，鱼雷在水下的破坏力是指数级的，水比空气重约800倍，且几乎不可压缩。鱼雷在水中爆炸时，巨大的能量被密实的海水锁住，只能形成一股定向的高压脉冲，这股力量就像一柄沉重的水力巨锤，直接撞击舰体。这种破坏力远超同等装药量的炮弹。现代重型鱼雷通常不直接撞击侧舷，而是设定在舰船龙骨下方爆炸，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泡会将舰船中部瞬间抬起，气泡随后迅速收缩塌陷，由于水压作用产生强大的向下的吸力，舰船中部瞬间失去支撑，战舰在重力作用下像折断一根饼干一样，龙骨直接断裂而解体沉没。鱼雷的出现改变了海军实力对比，它让造价低廉的小型鱼雷艇、潜艇和鱼雷机具备了击沉昂贵大型战舰的能力，迫使各大国海军不得不开始研发驱逐舰雏形、鱼雷艇驱逐舰以及防雷装甲等反制鱼雷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鱼雷从非主流武器跃升为改变战争进程力量的关键时期，总共发射了约5万条鱼雷。其中，1914年9月22日，德国U-9号潜艇在不到1个小时内连续发射鱼雷，击沉了英国3艘1.2万吨级的装甲巡洋舰。这次战斗让全世界意识到，鱼雷足以终结大舰巨炮时代。而在1915年5月7日，德国 U-20 仅发射了1枚鱼雷，便击沉了从纽约起航的卢西塔尼亚号远洋邮轮，导致1198人死亡。这一事件成为美国正式对德宣战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时的鱼雷战是典型的矛强盾弱，攻击手段虽是装备湿热发动机只能直线航行的鱼雷，但防御手段也仅限于视觉观察和机动规避。二战期间，鱼雷水下攻防战成为了左右太平洋战场与大西洋战场胜负的关键，共发射了约25万至30万条鱼雷。1940至1943年间，大西洋上德军狼群战术与盟军护航的对抗是最残酷的长时间成体系的鱼雷攻防对抗。德国U艇利用磁感应隐性鱼雷，只在舰船龙骨下爆炸，在大西洋战役中发射了约15000条鱼雷，击沉了超过2800艘盟军商船。德国还研发了 G7S 系列电动推进的世界上第一款投入实战的声导鱼雷。鱼雷头部左右两侧安装了2个水听器，探测盟军护航舰艇约 24.5 赫兹的螺旋桨噪音。通过比较两侧声音信号的强度差异，
内置的简单电子回路会控制鱼雷的舵机，使其自动转向噪音更强的方向。它的出现标志着鱼雷攻击战术从几何预测转向智能追踪，给盟军护航船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实际威胁。在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偷袭中，日军97式舰上攻击机对美军战列舰群的打击，更是鱼雷攻击史上的经典案例。美军认为珍珠港12至14米的潜水是天然的防雷网，因此并未在战列舰周围布置沉重的防雷栅栏。而当时标准的航空鱼雷投弹后，会因重力和惯性先下潜至20至30米深，然后再浮起到预定深度。为了克服潜水限制，日军技术人员在91式改2型鱼雷的尾部加装了额外的木质矿型安定器，使鱼雷的入水下潜深度控制在10米以内。木器随后在水流冲击下会自动破碎脱落，不影响鱼雷后续在水中的推进速度。日军飞行员被要求在20米以下的超低空以急速投雷，共发射40枚鱼雷，命中15枚以上，命中率接近40%，重创珍珠港的战列舰大街。日军还在太平洋战役中频繁使用著名的93式氧气鱼雷，比如1942年萨沃岛海战中，日本海军三川军一指挥的巡洋舰编队利用93式氧气鱼雷射程远无航迹的特点，90分钟内击沉了美澳海军4艘重巡洋舰，展示了基于纯氧的高能量密度燃料鱼雷对远距离海战的统治力。而当时美军的 Mk14鱼雷都没有经过实战测试，存在严重的深度控制、磁感应隐性缺陷，甚至接触隐性机械缺陷，导致鱼雷以近乎完美的90度角正面击中目标时，其哑火率反而高达70%左右。故障率之高，在世界武器研发史上都极为罕见。在战争前2年的综合故障率估计高达50%到80%，但在解决技术问题后，它又凭借极高的能量密度和稳定的航速，成为了埋葬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有力工具。比如1944年6月19日的菲律宾海战中，美军约28艘潜艇部署在菲律宾群岛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其中大青花鱼号和甲鱼号分别用 Mk14鱼雷击沉了日军的大凤号和祥鹤号2艘主力航母。这一时期，反制鱼雷的技术还处于石器时代，核心手段仍是机动规避，这是二战中所有舰长最基础的技能，被称为鱼雷梳理。瞭望员发现鱼雷航迹后，全速转舵，使舰体转向与鱼雷航线平行，减少受弹面，让鱼雷从舷侧划过。不过，对于速度慢、转向半径大的航母和战列舰来说，这需要极佳的预判，如果躲不掉，就只能硬扛。防雷鼓包是在侧舷水下部分外挂一层突出的空间，内部填充空气、木材或水，让鱼雷在到达核心舱室前先在外部爆炸，消耗其能量。比如，德国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曾多次被鱼雷和水雷命中，依靠强大的水下防护结构和损管维持了生存。另外，舰船在停泊或低速航行时，会放下重达数吨的钢制防雷网，鱼雷撞上金属网后提前爆炸或被挂住失效。二战中发生过极少数通过武器射击成功拦截鱼雷的案例，这当然带有极大的偶然性。1942年的圣克鲁斯海战中，美军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和企业号航母的防空炮手曾多次尝试用20毫米厄利孔机枪或是2.7毫米机枪扫射来袭的航空鱼雷，有零星记录显示鱼雷被弹雨击中。1944年的莱特湾海战的分支作战中，美军护航驱逐舰为了保护后方的护航航母，主动冲入日军巡洋舰的鱼雷阵，只能以身挡雷。盟军驱逐舰在围剿德国 U 艇时，深水炸弹在水中爆炸产生的剧烈冲击波，有时会触发早期鱼雷粗糙的感应引信，使其提前自爆。针对德国 G7S 声导鱼雷，盟军开发了名为 Fokker 的拖曳式噪音诱饵，它由2个在水中高速旋转的铁条箱或钢筒组成，通过钢缆拖在护航舰艇尾部，
产生比舰艇推进器更强烈的噪音，从而吸引并诱爆声导鱼雷，使得声导鱼雷的命中率从15%骤降至3%。针对德国鱼雷的磁性引信，盟军开发了消磁技术，在舰体周围缠绕电缆，通以特定电流抵消舰船磁场。整个战争期间，超过1万艘盟军舰船进行了消磁处理。这些正是如今的水下软杀伤对抗的最早雏形。随着盟军的雷达和声呐越来越强，德国游艇很难再像战争初期那样从容地瞄准目标。于是德国人又开发了 LUT 环形搜索鱼雷，利用一种精密的小型机械计算机控制鱼雷在进入预定海域后，自动转入连续的之字形或长条形环绕航路。因为商船队通常规模庞大，这些鱼雷即便没有瞄准单艘船，也会在船队内部来回穿梭数次。只要在其中一次之字折返中撞上一艘货轮，攻击就算成功。这种机械程序控制的思想，后来深刻影响了冷战初期鱼雷的搜索模式。二战结束后，苏联获得了德国先进的 G7S 声导鱼雷技术，美军也急需一种能够自动追踪目标且能适应深水作战的鱼雷。Mk37应运而生，并于1953年正式服役。它既可以被动听音，也可以开启主动声呢。这种设计让它能够像猎犬一样，在漆黑的深海中自行锁定并追击敌方潜艇，堪称老式机械鱼雷向现代智能鱼雷进化的里程碑。Mk37 Mod1又增加了线导技术，拖曳一根长达数公里的导线。潜艇指挥官可以通过导线实时控制鱼雷的方向，直到鱼雷自身的声呐锁死目标。它是冷战初期美军水下力量的支柱。声学制导和线导技术直接定义了现代鱼雷的设计框架，让美军在面对苏联常规潜艇时拥有显著的技术优势。随着苏联阿尔法级和潜艇的出现，美军在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用更狂暴的奥托燃料动力驱动的 Mk48 全面取代 Mk37。为了反制美军鱼雷，苏联及其钟爱反潜火箭蜃弹开发了著名的 RBU 系列，追求极致的发射速率和火力密度，将其作为近程反潜和反鱼雷的水下近防炮。火箭蜃弹是随动随打，面对突然近距离出现的潜艇或来袭鱼雷，火箭蜃弹是当时唯一的快速反应手段。RBU-6000 可以一次性齐射12枚蜃弹，在水下形成一个巨大的物理冲击场，利用超压震碎鱼雷结构或干扰其导引头。但在实战背景下，传统火箭蜃弹对现代化重型鱼雷的单次拦截成功率通常被认为低于10%至15%。蜃弹是非制导弹药，从发射到入水有数秒的弹道误差，入水后下沉到设定深度又需要时间。蜃弹要在具备机动能力的鱼雷高速经过的瞬间，在半径不到10米的杀伤范围内引爆，命中概率极低。蜃弹通常只有1至2次齐射机会，如果一次12管齐射，其在水下形成的弹幕覆盖面积相对于广阔的海域依然太小。即便俄罗斯 RPK-8 系统使用的90R 自导蜃弹具备一定末端制导能力，成功率也最多提升到30%至40%。火箭蜃弹成功拦截鱼雷的实战案例极度罕见，最著名的公认案例来自于1982年的马岛战争。当时阿根廷海军潜艇圣路易斯号对英国皇家海军格拉斯哥号驱逐舰发射了一枚 SST-4 线导鱼雷。英舰在紧急避碰的同时，使用 Limbo 反潜迫击炮，一种3连装自动装填蜃弹系统，进行了紧急齐射。Limbo 发射的蜃弹每枚装药约94公斤，在预定水深引爆。巨大的爆炸产生了强烈的超压冲击波和大量的空炮噪声。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蜃弹直接炸毁了鱼雷，但英军报告称蜃弹爆炸形成的巨大水下冲击波产生了声学致盲效果，干扰了鱼雷的声呐寻标器。同时，爆炸产生的稳流可能切断了鱼雷的制导导线，或者通过机械振动让鱼雷精密的陀螺仪和制导电子设备发生故障。
迫使其偏离航道。显然，鱼雷速度的提升可以急剧压缩敌方的规避和防御窗口。于是，苏联试图寻找一种无法规避的水下速度杀手。乌克兰水动力研究所开始秘密研究超空炮鱼雷。1977年 ，VA-111暴风雪正式入役。这种武器在当时对西方世界是绝对的保密，直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才被世人所知。超空炮鱼雷本质上是一枚在水下飞行的火箭，鱼雷头部的扁平圆盘在高速运动时扰动水流，并在边缘产生低压区，从而诱发气泡。鱼雷内部还会通过燃气发生器将发动机废气引导至头部喷出，强制撑大气泡，形成包裹全身的超空炮。传统的螺旋桨在超空炮状态下无法工作，必须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为了提高效率，某些型号还采用了镁铝金属燃料水射流发动机，从而将水下航速从常规鱼雷的50节左右直接飙升至200节，即约370公里每小时以上。敌方舰艇根本来不及反制和规避。相对于苏联重视反潜火箭深弹的硬杀伤，美军更倾向于软杀伤鱼雷防御体系，通过声学屏蔽、诱骗和致盲，让敌方鱼雷在能量耗尽前始终无法捕捉到真正的目标。ANSLQ-25 尼克西托叶式声学诱饵是美军大中型水面舰艇最基础的保命手段。通过电缆拖曳在舰尾后方数百米，模拟舰船螺旋桨的特征噪音，甚至能接收鱼雷的主动声呐脉冲并放大回传，来模拟舰船的回波。当拖曳诱饵失效时，舰艇会像打红外干扰弹一样抛射 ADCMK 系列诱饵。诱饵入水后悬浮，产生宽频噪音遮盖母舰。自航式诱饵入水后还会像小鱼雷一样跑动，它具备预设的 AI 逻辑，能模仿舰船的航行路径和速度变化，诱导鱼雷尾随它而去。舰船还可以在轮机舱附近的海底喷射空气，气泡幕能极大的吸收和散射舰船的机械噪音，还能让敌方鱼雷的主动声呐在撞上气泡墙时发生严重衰减，无法看清目标。整个软杀伤通过 ANSQQ-89V 反潜作战系统进行调度，协同反制鱼雷。美军的诱饵、干扰器等声学对抗技术领先全球。苏联人意识到，面对强大的美军航母战斗群，如果鱼雷只靠听声音，很容易被美军层出不穷的声学诱饵骗走。苏联于是另辟蹊径，研发尾流自导鱼雷。舰船和潜艇经过后，会留下长达数公里的尾流气泡带，这种物理痕迹无法被电子设备模拟，且存在时间长。鱼雷头部向上方发射高频声波，由于尾流气泡带的声学阻抗与正常海水完全不同，气泡会产生剧烈的散射信号。鱼雷通过识别这种散射信号的变化，判断自己是否处于尾流中。有的型号还利用光电传感器检测气泡导致的散射，或检测水压的微小起伏。尾流鱼雷的攻击路径非常独特，不是走直线，而是像猎犬在地上来回嗅气味。鱼雷首先横向穿过舰船可能的航道，一旦检测到气泡浓度下降，鱼雷内部的控制器会立即命令转舵，重新冲向气泡更浓的方向。鱼雷在尾流的两道边界之间来回碰壁，以之自行轨迹，顺着尾流直扑舰尾螺旋桨。所以，声学防御手段对尾流自导鱼雷完全无效。1965年服役的5365型鱼雷是世界上第一款实战化的尾流自导鱼雷。中国则通过引进与自研，装备了鱼栖改进型鱼食等，也掌握了极其成熟的尾流自导技术。而美国一直认为尾流自导鱼雷存在两个天生缺陷，只能打水面舰艇，而潜艇深度大，产生的尾流气泡极少且消散快，而且尾流鱼雷必须在目标后方的狭窄扇区内切入才能生效。而美军推崇全向攻击，希望鱼雷能从任何角度锁死目标，包括侧舷和正面。
所以美军长期侧重发展声呐导引。Mk-48 Mark 7装备了 CBASS 宽带声呐，可以获得目标的高清声学图像，从而分析目标的尺寸、形状和反射特性，一眼识破声学诱饵。不过，在最新的软件升级计划中，美军正在测试 Mk-48 增加尾流的湍流感应辅助算法，利用传感器感应水流压力的微小变化，辅助声呐判断目标的运动特性。当然，现代重型鱼雷都会采用复合制导模式，中远程使用光纤制导。末端开启声呐搜索，如果发现敌方释放强力干扰，立刻切换到尾流自导模式或湍流感应辅助，进行保底打击。这种三位一体的战术让现代反鱼雷防御变得极其困难。于是，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牵头，正在研发尾流幽灵系统。通过部署在舰艇后方或侧翼的无人潜航器，利用化学反应或机械空化，产生大量微小气泡。这些气泡的密度、直径分布必须模拟出10万吨级航母航行时的特征。它标志着水下防御已经从电子和声学对抗时代跨入了流体力学对抗时代。不过，模拟航母尾流需要极高的能量输出，目前的微型装置很难长时间维持长达2公里的稳定气泡带，而且在动态海况下实时反推并生成一个在物理特性上与母舰高度一致的流场特征码也是极为困难的，涉及极其复杂的计算流体力学与实时声学建模的交叉应用。而硬杀伤方面 ，ATTDS 反鱼雷防御系统是美国海军近年来在水下防御领域最著名的烂尾工程。面对中俄不断升级的尾流自导和线导重型鱼雷，美军意识到单纯靠软杀伤手段已无法保障航母安全。ATTDS 立项于2011年，核心组件包括一种专门优化的拖曳声呐，用于识别来袭鱼雷的特征。解散拦截弹道后发射，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研究实验室研发的一种微型鱼雷，直径仅171毫米，长度2160毫米，重量99.8千克，战斗部装药5千克，通过撞击或近炸实现硬杀伤。2013至2016年间，美军先后在布什号、杜鲁门号、罗斯福号等5艘尼米兹级航母上安装了原型系统。由于测试结果极度令人失望，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下令停止研发，并于2019年前完成了所有已安装系统的拆除工作。虽然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在声学传感器的小型化和算法、全球海域声纹数据库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根据美国国防部作战测试与评估主任的年度报告，该系统存在极高的虚警率。在复杂的海洋背景和航母巨大的螺旋桨噪音中，拖曳声呐经常分不清鱼雷和海浪噪声，甚至分不清鱼雷和母舰的回声。在实弹拦截测试中，微型化的声呐导引头在水下高速运动时，处理能力跟不上目标鱼雷的机动，拦截成功率远低于设计要求的临界点。美国海军在总结了 ATTDS 系统失败教训后，重新上马了蒸汽工程 M&IT 机动式反鱼雷拦截器。该项目目前处于高度机密的研发与样弹测试阶段，计划在2026年左右完成关键的技术演示。而俄罗斯水面舰艇长期面对美军全球最强的 Mk-48 系列重型鱼雷威胁，在软杀伤技术上，俄罗斯自知难以全面超越美国，因此在物理摧毁这种硬碰硬的领域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PAK-DNK 反鱼雷在2010年率先装备在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级护卫舰上，其口径324毫米，长3108毫米，重量不大于400千克，战斗部装药量80千克，最高航速48.6节。不过其射程仅1400米，导致拦截窗口极为严苛，实战效果可能十分尴尬。中国的福建舰航母战斗群会面临更严峻的多层次的鱼雷威胁。美军对中国航母战斗群的水下威胁演变为一个由核动力潜艇、
无人潜航器以及完备的水下监控网络构成的多层次、有人无人协同的复杂体系。美军还正在推进所谓转轮多载荷计划，旨在让核潜艇具备一次性连续齐射至少12枚鱼雷的能力，以此突破中国航母战斗群的软硬杀伤防御体系。2025年以来，美军频繁派遣核潜艇前进部署于关岛、日本及澳大利亚海域，确保在第一、第二岛链内保持常态化的水下伏击态势。中国除了要面对美军的 Mk48 Mark 7鱼雷，18式鱼雷也是日本潜艇，尤其是最新的大鲸级，在水下对抗中国航母战斗群的核心打击武器。其搭载了新型的高性能声呐系统，推测为宽带或3维成像声呐，能够评估声呐接触的外形特征。AI 化程度极高，能从诱饵发出的虚假信号中揪出真正的航母或潜艇，还配备了磁梯度传感器。这不仅能作为非接触引信，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识别金属实体的磁场特征，彻底识破声学干扰器。18式鱼雷特别强化了在东海这样的浅海区的作战能力，能确保在复杂海床回波中锁定航空母舰螺旋桨。另外，日本18式鱼雷最令人生畏的特性之一，就是它隐形和安静的同时，不仅能识别诱饵，自身还具备释放干扰手段或进行主动对抗的能力。18式鱼雷的长度超过6米，比美军的 Mk48 稍长。据推测，多出来的空间除了增加燃料外，还设计了模块化载荷舱，可以释放小型声学干扰模块。当它探测到有高速拦截目标靠近时，会抛射出模拟自身声学特征的微型装置，试图诱导拦截弹的自导头偏离方向。在福建舰装备 ATT 反鱼雷之前， FQF-6000 型12管反潜火箭深弹发射装置是中国辽宁舰、山东舰唯一具备实战意义的近程水下硬杀伤手段，但它属于面杀伤，就像用散弹枪打子弹，拦截成功率受海况和距离影响极大。面对美国和日本的现代智能鱼雷越来越力不从心， ATT 反鱼雷系统从散弹枪进化为阻击步枪，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以更高的精度实现鱼雷拦截。我们知道，反鱼雷这样的水下末端防御难度远超防空导弹，水介质阻力是空气的800倍，拦截弹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加速到50节以上，且要保持极高的机动性。鱼雷的声学特征远比飞机雷达特征小，且在母舰巨大的噪声背景下，探测来袭鱼雷就像在嘈杂的敌厅里听针掉落的声音，而且需要在30秒以内的极短的反应时间内完成探测、识别、跟踪、拦截的杀伤链闭环。中国反鱼雷在技术路径上采取了后发优势的整合策略，我们可以对其核心技术进行一些详细推测。动力系统方面，不同于 Mk48 那样的长程奥托燃料发动机， ATT 更强调极短时间内的加速度，推测采用了小型火箭助推和稀土永磁同步电机的组合动力方案。火箭助推保证了较高的初速，电推进系统具有瞬时启动快、静音信号功率调节精准的特点，在拦截鱼雷的几十秒内，可以3秒内飙升至50至60节的航速。巡航阶段不会像热动力发动机那样产生排气气泡干扰自导头声呢。同时采用泵喷推进器，泵喷在高速航行时能有效抑制自身空炮噪声，保证鱼雷在冲向目标时，自身噪音不会干扰自己的声呢。在反鱼雷拦截这种近身格斗场景下，光有加速度和速度还不够，还必须具备强大的矢量机动能力。传统的鱼雷靠舵面转向，但舵效和流速成正比，舵面转动带动鱼雷偏转需要时间，难以满足大过载机动需求。俄罗斯利用侧向矢量喷水推进，强制鱼雷产生偏转。中国则可能利用永磁电机驱动的泵喷，通过调节内部叶片的相位或改变环形喷口流道来实现推力偏转。作用力矩更大，响应速度更快，且不影响静音性能。
制导系统方面 ，ATT 精度要求远超普通鱼雷，推测采用了基于多阵源平面阵的高频宽带主动声呐，并具备识别和利用尾流环境的复合制导模式。多阵源平面阵自导头可被理解为安装在鱼雷头部的全固态水下相控阵雷达，在鱼雷圆柱形的头部平面上排列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微型换能器，每个换能器都可以独立发射和接收声波信号。通过控制每个阵源发射声波的相位，可以将声波能量精确地汇聚成一束或多束，并指向特定方向，从而屏蔽掉母舰方向的剧烈噪音，只把听力集中在前方的小角度区域，从而在噪音环境中听清敌方鱼雷的微弱回波。通过多阵源平面阵来承载高频宽带主动声呐，其是现代水下防御和目标识别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是传统窄带声呐的高清升级版。如果说传统声呐听声音像是在听收音机里的模糊杂音，宽带声呐则像是在听 CD 音质的立体声音乐。传统窄带声呐发射单一频率或极窄频率范围的声波脉冲，容易被噪声干扰掩盖，且敌方容易通过发射相同频率的信号进行欺骗性干扰。高频宽带主动声呐发射包含宽广频率范围的复杂声学信号，比如线性调频脉冲信号，频率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快速变化。它利用了诸如脉冲压缩、傅里叶变换等高级信号处理技术，使得接收端能提取出远超窄带声呐的丰富信息。它不仅能判断目标在哪里，还能通过分析不同频率的回波延迟和强度，勾勒出目标的外形、尺寸和内部结构。这使得 ATT 能区分一个结构复杂的鱼雷与一个简单的声学诱饵。宽带处理技术还能有效滤除海洋背景噪声和母舰自身噪音，提升信噪比，确保在混乱的战场环境中也能锁定微小的鱼雷目标。结合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算法，可以与预设的目标特征库进行比对。ATT 能迅速判断目标是潜艇、民用船只、鲸鱼，还是特定的敌方鱼雷型号，十分适合几公里内的中短距离高精度探测。在近距离甚至能分辨出鱼雷的头部和尾部，确保自己精准撞向目标的腰部或战斗部。不过，鱼雷自身的处理能力有限， ATT 需要将其高频宽带主动声呐捕捉到的目标特征传给母舰。母舰拥有巨大的拖曳阵列声呐和超级计算机，数据处理和融合能力远超鱼雷，因此还需要水下双向数据链来传输鱼雷状态参数、目标声学图像以及母舰的修正指令。因为 ATT 拦截鱼雷时需要进行大过在高频次的转弯甚至翻滚，光纤极易在复杂的螺旋桨水流中被切断或缠绕，所以必须采用高速双向水声通信。中国水声通信已经发展到以正交频分复用技术为主的多载波相干、多输入多输出、全双工为代表的 5G 技术，从而克服水下声波带宽受限、噪声干扰严重、多镜效应剧烈的多普勒平移等困难，可以达到10 kbps 到30 kbps 左右的有效速率。还需要实现低检测概率、低识别概率和低截获概率的军用隐蔽水声通信，比如采用扩频等方法，将信号隐藏在海洋环境的复杂噪声中，或者利用诸如海豚这样的海洋生物固有声音进行仿生伪装。我国的水声通信早已是世界先进行列。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深潜员叶聪在马里亚纳海沟7020米深度，通过水声通信系统与太空中的天宫1号航天员景海鹏实现了海天对话。2018年，水声通信机载入马里亚纳海沟进行海试，实现了水下10500米到水面的高速水声通信。2021年11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基于 DSP 的正交频分复用与扩频水声通信技术，使全海深 AUV 悟空号在与母船直线距离超过15千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处，实现与母船的远程可靠水声通信，上行峰值通信速率2003 bit 每秒，数据包接收正确率超过93%。通过双向水声通信，
母舰不需要像放风筝一样牵着多根光缆，而是可以同时通过不同的频率通道，指挥多枚 ATT 形成拦截网进行饱和拦截。要在深海中拦截一枚高速移动、外壳坚硬的重型鱼雷 ，ATT 战斗部设计与普通鱼雷截然不同。美军曾经采用了直接动能撞击的模式，但水下阻力大，拦截弹和目标都在剧烈机动，两者接近过程中必然伴随水流的扰动，头对头直接撞中的概率极低。中国 ATT 战斗部推测采用了定向聚能和高能超压的双重机制。定向聚能战斗部原理类似于反坦克导弹 ，ATT 在交汇瞬间，主动声引信会触发战斗部的聚能装药，它会瞬间喷射出一股高速的金属射流，这股能量极度集中，能轻易击穿目标鱼雷的金属外壳，直接引爆其战斗部，或彻底摧毁其动力舱和精密导引头。ATT 的战斗部还装填了高能炸药。即便射流没能直接击中，爆炸产生的剧烈超压脉冲也能在小范围内形成水力巨锤。这种冲击波会震碎目标鱼雷脆弱的声呐基阵，或者让其高速旋转的发动机发生机械崩塌，甚至震裂推进轴，导致鱼雷失效。那么，福建舰的 ATT 能拦截速度高达200节的超空炮鱼雷吗？超空炮鱼雷尽管速度惊人，但存在一个巨大的技术弱点，它是瞎子。超空炮层和火箭发动机的剧烈噪音，使得任何声呐导引头都无法工作。它发射后基本只能走直线，无法像普通鱼雷那样追踪目标，隐蔽性更无从谈起。发射的一瞬间，全海域都会发现鱼雷的位置。更要命的是，超空炮鱼雷很难转向。一旦剧烈偏转，气泡层会崩溃，鱼雷会被前方巨大的水压瞬间拍碎。针对这种高速但弹道容易预测的目标，母舰的高算力战斗系统实时解算目标的直线轨迹。ATT 利用矢量喷水推进，在出管瞬间获得极高初速，并迅速切入目标航线的交汇点。由于超空炮鱼雷的空炮效应非常脆弱 ，ATT 只要在其路径附近起爆，强大的水下冲击波就能瞬间破坏其气泡平衡，使其受力不均发生剧烈偏转，甚至自行解体。另外，超空炮鱼雷的有效射程一般不超过10公里，而福建舰战斗群的水下防御圈至少设置在50公里以外。即便敌方孤注一掷且运气极好，冲进10公里内，对于福建舰的 ATT 来说，拦截一个高速直线飞行的超空炮鱼雷，比拦截一个会走位、会放诱饵的180式鱼雷反而要容易一些。我们设想一个更典型的威胁场景：福建舰战斗群在关键水道航行，遭受潜伏的日本大鲸级潜艇偷袭。福建舰周边的055型、052D 型驱逐舰会不放拖曳变身声呢，深入温跃层下方进行探测。指 20F 反潜直升机和陆基反潜巡逻机会在航母前方航道形成声呐浮标阵，通过主动发射声波强行探测。而坐底潜伏的日本大鲸级潜艇仍然可能利用海底地形掩护，在30至50公里外齐射6枚180式鱼雷攻击福建舰。鱼雷被射出的瞬间，福建舰和驱护舰的拖曳声呐阵列大概率会立即通过 AI 特征库识别出180式鱼雷，并定位出发射位置。但是180式鱼雷发射后会采用静默巡航模式，速度约20至25节，此时鱼雷产生的噪声几乎与海洋背景噪声融为一体。而且鱼雷能自动感应水温变化，躲在温度断层下方航行，利用声波在不同密度水层中的折射特性，像消失在海中一样躲避我方声呐。在面对像日本180式鱼雷这种极度静音的水下刺客时，靠任何一种单一手段都是自寻死路。福建舰战斗群的策略是被动听音定方位，主动照射所实体，大数据 AI 辨真伪。护航的驱逐舰线性阵列声呐，在威胁方向前置部署，远离母舰引擎干扰，捕捉180式鱼雷在切开水流时产生的微弱低频特征。
虽然听不清它是谁，但能确定有一个高速物体正从某方位逼近。这就像在黑夜中听到了落叶声，确定了大致方向。当被动声的判定威胁后，福建舰编队会果断开启主动声的照射模式，护航舰会发出能量极强的宽带声的脉冲。18式鱼雷的牺牲涂层在低频下效果好，但在特定频率的主动高频声的面前，其金属弹体依然会产生强烈的回波。编队中多艘舰艇通过数据链进行多基阵协同探测，从不同角度照射目标，消除声波阴影，让18式鱼雷在海中无处遁形。18式鱼雷会释放诱饵，这会让声呐屏幕上出现多个亮点。福建舰的后端计算中心利用 AI 水声识别算法，分析每个亮点的多普勒平移微动态特征，从而分辨诱饵和鱼雷。福建舰战斗管理系统将立即解算出18式鱼雷的拦截窗口，发射 ATT 反鱼雷。ATT 在出管后迅速进入50节以上的高速，基于双向水声通信，在母舰的远程导引下直奔18式鱼雷。在距离目标1至2公里时 ，ATT 会开启最高功率的多阵源平面阵自导头，在高频宽带扫描下，18式鱼雷不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清晰的圆柱体轮廓。ATT 凭借矢量推力进行最后的机动修正，计算18式鱼雷的弹道提前量，在交汇瞬间利用定向战斗部将其摧毁。在拦截鱼雷的同时，反击已经开始。大鲸级潜艇发射鱼雷的一瞬间是最脆弱的时刻。发射前外舱门打开，鱼雷管注水的机械声，在具备低频探测能力的拖曳振声的面前，就像在寂静走廊里推开一扇沉重的铁门。使用压缩空气或更静音的气轮泵注水发射，将鱼雷推出管时，瞬间的流体高速运动仍会产生明显的低频脉冲。鱼雷发动机或电机启动时会产生剧烈的瞬时噪音，依然是明显的特征信号。当然，大鲸级潜艇偷袭时，很可能会利用低压水泵慢速将鱼雷推出，等鱼雷漂移几公里后再低速启动。这样，我方探测到的鱼雷声源中心会偏离潜艇实际位置。这种情况下，对大鲸级潜艇的定位就极具挑战了。驱逐舰的水下战斗管理系统会根据鱼雷最初出现的方位和角度，利用算法反推其可能的发射起始点，从而可以锁定一个大概的扇区。多架直20F 反潜直升机和反潜无人机直接飞往扇区海域，放下高功率调放声呐和声呐浮标，多台声呐联动形成多基阵主动探测，强行把大鲸级的金属外壳从背景中照亮。持续的高能声呐照射会导致潜艇内部人员听觉疲劳，甚至设备受损。驱逐舰随即通过垂直发射系统射出8于11反潜导弹，导弹升空并在目标区域上空散降鱼雷，利用空中速度优势实施降维打击。这种从天而降的鱼雷入水位置极准，大鲸级即便航速再快，也无法在水下跑赢空中的导弹。由于鱼雷是从潜艇上方入水，大鲸级原本针对侧向威胁的消声瓦效果会大幅削弱。大鲸级潜艇在发射鱼雷的一瞬间，实际上就开启了生命的倒计时。对于福建舰而言，机会来袭鱼雷只是防御，而击沉大鲸级才是真正的防守反击。福建舰航母反鱼雷系统的时装是中国海军技术演进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水下防御从被动规避与干扰转向了主动探测与精确摧毁。这种转变的背后是高速水声通信、人工智能识别、先进电动推进与精密战斗部设计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集成与突破。深海之下的技术竞赛从未停歇，未来水下战场必将呈现更强智能与更体系化的对抗形态。这场关于矛与盾的永恒博弈，仍在深蓝之下静静演进。